大家好，我是麦门，这里是分享如何投资全球各大股市，不盯盘、不短冲，只赚大波段的频道。2024年以来，全球股市几乎都在狂喷，连各式各样的期货商品都大有操作空间，相信不少朋友都已经赚得盆满钵满。也因为这样，每每股市火热的时候，就会有一群韭菜看到别人赚钱就心痒，从来都不知道原来赚钱是动动几根手指头就可以办到的事情，看起来好像也没啥难度，不知道自己以前在怕啥，就一股脑的把钱通通投进股市，也想感受一下薯条加大不用犹豫，吃布丁不舔布丁盖的富裕生活。自从 ETF 在台湾发行之后，因为最近几年台股实在是太给力， ETF 定期定额扣款很方便，加上所有网红老师都在狂推 ETF， 导致很多刚进股市的小白一定都会先去买个 ETF 当神主牌，这就像投资市场的 SOP， 已经变成是第一步开户，第二步买 ETF 这样的直觉反应。每天都是0050、0056、00878、00940，当作财富密码一样每天念。这样做到底有没有问题？我在接下来的影片会继续带着大家一起来思考。如果你对投资理财观念很有兴趣，或是想学习股票、期货、美股、比特币、ETF 等金融商品的波段投资方法，你可以在这部影片左下方点赞，这部影片就会存在你 YouTube 记录里，以后你想复习的时候就不会找不到了，系统演算法也会推荐你其他同类型的影片，让你方便学习。老实说，我觉得在投资上唯一的错误就叫做赔钱。怎么做会让你赔钱？交易的秘密是买在低点卖在高点，这是跟在非洲美国1分钟就是60秒一样简单的道理，反过来做就会赔钱了吗？不管你今天买的是虾米碗糕都是一样的。你在股市里最后缴出的成绩单就是总报酬率，就是你一开始投入的钱是变多还变少，如果有变多又是多多少。这边想先调查一下，我频道的观众都是因为什么目的而开始投资的？1. 单纯想要赚钱。2. 对学习投资充满兴趣，钱倒是其次。3. 亲朋好友都在玩，你就好奇了，没想过当初的目的。4. 你有与众不同的故事开局，可以跟大家说说，可以在留言区跟我分享。而且这个目的最好具体一点，类似有换算成实际金额等等。例如你想买一台特斯拉还是大 G， 那你会各自需要300万跟800万。又或者如果是想财富自由，那你1个月被动收入要多少才能舒服过日子？为什么要先聊目的？很多人都是一个冲动就开始做一件事，开跑的当下脑海中是没有画面没有轮廓的，那是因为大部分人对于财富的想象都是模糊的，就像你玩世纪帝国没去过的地方就都会被浓雾笼罩一样，对吧？但你如果有在地图上设定好地标，就会持续往那个方向前进，而不会在浓雾里兜兜转转半天，最后发现只是在原地打转。有目标就会有前进的方向，有了方向就会开始找方法。但找方法这关肯定是最难的，像是我知道很多人都参加很多免费投资群组，网友们热心给了各种建议，但来路不明的陌生人竟然能主导你的下单决策，不觉得怪怪的吗？与其等别人报名牌去帮人家抬轿等着被割韭菜，还是自己真的学会操作逻辑跟技术比较实在吧。我知道大家赚钱很辛苦，所以经常幻想靠投资来一劳永逸，但也正因为赚钱很辛苦，还要看着大家把血汗钱往水里丢，我觉得很心疼，才会想要把我研究出来有效的方法分享给你们。今天你们点开我的影片本身就是值得鼓励的事情，代表你们愿意花时间在做功课，而不是横冲直撞随便下单。像你们这样积极向上的同学就特别适合来学习波段交易，因为专做数百点的期货波段交易，股票专挑翻倍股，这在台湾是很罕见的操作模式。对，我说的是专门做数百点波段跟专挑翻倍股，并非偶尔蒙到。既然是专门做大波段，这也表示你过去所学的东西可能超过80%在这里会不适用。但是你不用慌张，学习波段比短线或高频率交易容易得多，只要你尽量忘掉，不去使用过去的思考逻辑以及过去的参考资讯，
大约3个月你就可以有明显的改变，有多明显，你到时候看账户就会知道了。只要点进资讯栏的连结，就可以跟小帮手联络免费洽询。虽然说 ETF 已经是你投资交易的入门砖了，但也不代表在投资 ETF 上会过得比较轻松，因为现在连 ETF 都可以分成好几个流派。目前最多人在炒的就是执行 ETF 跟高股息 ETF。前阵子有2个网红更是直接杠上，在各个财经节目跟个人频道互直一词。其中是执行 ETF 派还直接落下狠话，说买高配息 ETF， 最后可能会睡公园。看个财经节目变得像在看政论节目，吵来吵去也是很有趣。那么到底哪个论点才是正确的？高股息跟执行哪个好？如果你对于 ETF 的基本观念，还有 ETF 是怎么让你获利的，这些都还没很了解，那你可以参考我之前的这部影片。在做出裁决之前，首先我们来厘清两造说法，听听双方的论点。市值型 ETF， 它的组成完全基于股票的市值大小。换句话说，市值越大的公司，它在 ETF 里面的比重也就越重。像0050目前光是台积电的占比就占了1半，显见台积电在台股作为领头羊的地位。从它2003年成立以来，光是统计到经历20年的2023年，含息报酬率就高达 550%， 单纯由数学角度估算，大约 7.4 年就可以把投入的本金翻倍。意思是说，如果你当时投入100万，现在已经有650万了。市值型派还提出几个论点，包含了高股息 ETF 的成长性跟市值涵盖度都不比市值型 ETF， 还有因为目前资本利得不需要缴税，所以市值型 ETF 的成本主要在于手续费和证交税。然而股息会被计入所得税，不然就是要去缴2代健保，而且手续费也收的比市值型 ETF 还要多很多。等于说不止绩效跑不赢人家，起跑的时候还直接掉1只鞋子，这比赛能看吗？这边还提出了一个模型来佐证市值型 ETF 比较好的观点，也就是假设一个人在2008年同时花1500万买0050跟0056，之后每年都领出等值的金额，在15年后0050留下的钱会大幅高于0056。轮到高配息 ETF 这边发言，高配息派这边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论点，也就是执行派过度注重理性跟数字，而忽略了投资人毕竟是人，所以人性在这之中扮演的角色很重要。例如说，现在高股息的中实客群，反而是接近退休或已经退休的高资产族群，对他们来说，每个月都能有现金流比较重要，买高配息 ETF 比定存灵活，配息也比较高，一样是可以轻松管理资产，哪边 CP 值高就很明显。就算是执行 ETF 的绩效比较好，那也是穿越20年光阴所历练出来的。先不说这群人有没有办法等到20年来享受这个成果，2003年台只不到6000点，2008年刚好遇到金融海啸，更一路砍到不到4000点过。那么你当时进场，跟你现在2万多点进场，肯定会有不太一样的成果。这样先前的回测真的能代表未来的收益吗？举例来说，有跟着我学习的同学都知道，00878我们进场的时候价格才16块多，大概在2022年10月的时候，那时候加权指数才13000点。那现在台股加权2万3，涨了 76%，00878也涨到了23块左右，大概有40%的涨幅。再看到0050，因为是追踪大盘的指数，涨幅又会更贴近台指的成长，要像2003年到现在这样有整整4倍的成长，等于台指也要成长到将近9万点，这听起来在有生之年好像很难见到，对吧？另一方面，如果你今天是对账面数字比较敏感的股市小白，现在0050的价钱已经来到180元，而0056才40块，同样买一张，但遇到 5% 的跌幅，0050会跌9元，放到账面上看就是少9000块，而0056只会跌2块，账面看起来是少2000块。而且在跌的过程里，0050数字从180、179、178这样一路下去，跟0056的40、39.5、39这样的过程比起来，是不是0056好像跌比较慢？心痛的感觉比较能忍受，不至于让你一时害怕就把 ETF 卖了。
两边的说法听完，你比较支持哪一派呢？其实今天不管你是露西派还是欧派，我个人是觉得讨论这么多都没啥意义。因为不管你是在找投资商品还是交易策略，真正重要的都不是哪个好，也不是哪个赚得多，而是哪个最适合你，哪个你做得到。因为前面就说过了，你在投资上所能犯最严重的错误就是赔钱，让你的资产不止没办法在投资的帮助下增长，反而还倒退路。我们要记住，一开始想要投资时的目标是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事物，是改善生活品质，是保护我们辛苦的成果，还有我们爱的家人。如果你只是听说了买哪个比较赚，哪个方法稳赚不赔，就傻傻的把钱投入，那不就跟那些诈骗群组的手法有87%像吗？为什么我在研究了各种交易策略之后，会选择波段操作来作为我的必杀技？我所研发出的独特策略是可以兼顾高报酬跟低风险，只要控制好停损距离，控制好资金比例。这是一套可以复制、可以重复做的模组，而且难易度比短线操作简单太多了。一旦看法正确且做法又正确，获利的倍数通常都高于5到10倍。这样的模组就是高盈亏比的模组。所谓的盈亏比，就是每次平均赚的钱除以每次平均赔的钱所得到的数字。例如，平均每次获利是100万，平均每次亏损是10万。盈亏比就是100万除以10万等于10倍。这意思就是说，你每上对一次趋势盘的车，并且有勇敢的抱住，可让你的获利达到100万。而你每次做错都有严格停损，每次亏损约10万。那做对一次赚100万，是不是就足以抵你10次的错误？接着你只要谨慎一点，让平均做错的次数低于10次，就能持续守住你大波段的获利了，对吧？如果做对一次赚100万这种事对你来说很难想象，我每个礼拜都会开学员专属的线上教学，手把手陪你看盘，顺便把操作技巧跟逻辑心法都讲给你听，有问题都可以发问，当场厘清。每周不断透过实际盘面的推测跟复盘，累积实战经验，将会帮你培养出大波段的投资眼光。对，就是像生意人的投资眼光一样，能够闻到钱的味道，自然而然的让你往有大钱赚的地方去。掌握这套能力之后，更是可以复制跟传承，让你还有你的后代，从此摆脱辛苦研究、一直盯盘、短进短出的投资方式，孩子被培养出来的格局跟眼界，都跟一般人完全不能比。如果你对于股票倍数波段投资模式跟期货数100点波段的操作逻辑感兴趣的话，可点击影片下方的连结，与小帮手联络，取得免费讯息。我一直强调，我们做的是大波段，是趋势盘，是喷出段，但很多人其实根本认不出趋势盘长什么样，每次都是趋势结束了，回头看才发现自己居然错过了期货上100点上1000点的行情，或是错过了翻好几倍的股票，竟然赚了3%、5%就下车了，悔不当初。想知道怎么像先知一样预知趋势的发动吗？想知道怎么判断还有没有下一波，可不可以补上车吗？其中有很多重要操作观念跟技术都必须明确、可学习、可复制，缺口、收敛、区间等等的这些常用的技巧也一次帮你定义清楚。也因为是线上课程，所以也可以线上重复观看复习，直到你打通任督二脉。现在就是投资自己最好的时机，让我们不管明年、后年，还是过个几十年，都可以用最轻松的模式获得持续性收入。不管你今天决定要玩期货股票还是 ETF， 投资终究是一场马拉松，而不是短跑。需要的不只是智慧，还需要耐心。只要谨记目标，持续精进自己，稳扎稳打的前进，一定会有抵达目标的那天。在这个过程里，希望我的影片能够一直陪伴你，并且帮助到你。如果你还没订阅我的频道，赶快按下订阅按钮跟小铃铛。当你达到财富自由，希望身边有人和你一起去游山玩水，提升生活品质。别忘了把影片分享给他，一起往财富自由迈进。这样你自由且不孤单。辛苦可以一阵子，但不该是一辈子。不盯盘不短冲，只做趋势盘，这是我的理念。如果你认同，请记得订阅和开启小铃铛，不要错过重要的投资资讯哦。我是麦门，我们下次见。